天，宋爷爷想给瑞宝背回家，但作为大熊猫的瑞宝不懂爷爷的意思，亦或是瑞宝想要公主抱，宋爷爷给瑞宝抱到独木桥上。瑞宝这小肚子是肉眼可见般的胖，将胖乎乎的瑞宝放到独木桥上后，瑞宝还懂礼貌地跟姨姨们打了个招呼。之后，宋爷爷蹲好让辉宝跳上来，见辉宝不会，宋爷爷只好自己动手了。宋爷爷背起瑞宝便往家走。早上，姨姨来到爱宝乐园时，乐园依旧是以一段欢快的小舞蹈开启了姨姨愉快的一天。而眼前这些努力奔跑的姨姨，99%都是去看福宝一家的，因为在爱宝乐园，只有福宝一家才拥有这样的流量。姨姨到达室内园区时，辉宝正抱着小木床的床头玩耍。辉宝的精力和福宝小时候一样，怎么用都用不完。而此时的瑞宝和爱宝已经进入了梦乡，母女俩躺在小滑梯上睡得很是香甜。从床头掉下去的辉宝又从床底下爬了上来。辉宝自己玩太无聊了，于是来到小滑梯上和妈妈姐姐一起玩。爱宝则用小腿阻挡着辉宝，表示让辉宝不要过来打扰自己睡觉。辉宝见妈妈身上这条路走不通，于是改道从姐姐身上爬了过去。辉宝踩着姐姐的身子来到了小滑梯的另一侧那空出来的位置上。辉宝给自己调整了一下，趴了下来，打算和妈妈妹妹一起睡觉。辉宝凑近妈妈的后背躺着，但辉宝躺着感觉还是睡不着。辉宝在小滑梯上来回折腾，翻来覆去的，一会儿啃啃手指，一会儿啃啃小木床。没一会儿，辉宝就给瑞宝折腾醒了，搞得爱宝也睡不下去了。爱宝坐起身，给辉宝按在怀里，给了辉宝一顿爱的教育。辉宝趁妈妈不注意偷偷溜走，跑去了小泳池。瑞宝看到妹妹在小泳池玩耍的挺开心，自己也想去玩。瑞宝爬上滑梯，坐着滑梯丝滑的滑了下去，然后跑去和妹妹会合。姐妹俩从小泳池里玩到饮水盆上，最后重新返回小滑梯。玩累的姐妹俩趴在小滑梯上呼呼大睡，而爱宝则安心的开启了自己的午餐。宋爷爷今天又将隔壁饲养小熊猫的圣熙阿姨请来为自己和福宝拍视频了。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500天，宋爷爷为了福宝做了一个胡萝卜花束，但福宝此时明显对宋爷爷的胡萝卜花束不感兴趣，反而是直勾勾的看着照顾小熊猫的圣熙阿姨。福宝想用自己的可爱俘获圣熙阿姨的心，这样福宝除了2个爷爷以外，就会又多一个姨母了。就在福宝沉寂在自己的想象中时，宋爷爷掏出自己的手机，打算与圣熙阿姨和福宝一起拍一张合照，而福宝的注意力依旧全在圣熙阿姨身上。当看到爷爷用胡萝卜花束挡住了圣熙阿姨，福宝立马让爷爷把花束拿走，表示不要挡住自己的圣熙姨母。不管宋爷爷在旁边怎么哄，福宝都是只看圣熙阿姨，不看镜头。圣熙阿姨去哪里，福宝就跟到哪里，直到最后圣熙阿姨亲手将花送给福宝，福宝这才安稳下来，表示很喜欢圣熙阿姨的鲜花。没想到对福宝来说，圣熙阿姨的魅力比宋爷爷还要略胜一筹，而宋爷爷和圣熙阿姨趁福宝安稳下来时，趁机拍了几张合照。而福宝这小情绪已经深得圣熙阿姨的喜爱了，圣熙阿姨都快忘记去接自己家的小熊猫回家了。圣熙阿姨将福宝吃剩的竹子进行收拾，然后便离开了，毕竟自己家的小熊猫都快等着急了。而福宝看到圣熙阿姨要走，立马翻下楼梯想去拉住圣熙阿姨，不想让其离开。江爷爷起了个大早，为福宝一家清点刚到的竹笋。眼前这11箱竹笋，则是福宝一家1周的竹笋量。江爷爷会将它们进行清洗，然后通过零下80摄氏度的低温来进行保存，这样既可以防止竹笋细胞破坏，保存时间也长久一些。介绍完后，江爷爷就开始了忙碌。江爷爷先将竹笋的根部处理掉，然后再将其进行清洗。虽然工作简单无聊，但是对于江爷爷来说，则要更加仔细。江爷爷不希望福宝一家吃到带泥土的竹笋，将竹笋全部清洗完后，下一步则是要将竹笋晾干。将竹笋晾干之后，最后一步就是再将竹笋放到专门用来冷藏竹笋的冰柜里。除了超低温冰箱外，福宝一家即食的竹笋，江爷爷则会将其分装到泡沫箱里，再放入冷库，而且泡沫箱上会标注竹笋的重量以及食用它们的时间。将竹笋整理完后，江爷爷来到了福宝的房间。福宝看到爷爷到来，乖巧地趴在栅栏前，享受着爷爷的宠溺。爷爷一边为福宝按摩，一边问福宝昨晚睡得好不好。虽然福宝已经200多斤，但依旧是爷爷的小宝贝。看完福宝后，爷爷来到了乐宝的房间。乐宝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干饭。江爷爷看到乐宝身上铺满的竹子，表示乐宝像是穿了条竹子裙子，夸乐宝今天的这身打扮很漂亮。最后，爷爷来到了爱宝的房间，爷爷拿来了针管，用来收集爱宝的尿液。就连爱宝的尿液，爷爷都要夸赞一句：好清澈呀！而江爷爷之所以收集尿液，是为了检测爱宝身体内激素的分泌情况。江爷爷将收集好的尿液进行标记，然后将其放入冷冻仓进行冰冻。
而眼前这些是爱宝1周的尿液。准备工作完成后，江爷爷来到房间叫福宝上班，而此时福宝正趴在床底。江爷爷疑惑是什么让福宝又没有了安全感，爬到了床底下。江爷爷走到福宝身边去安慰福宝，告诉福宝爷爷来了。爷爷表示福宝一紧张就会藏到床底下。福宝出来后，趁爷爷没注意，福宝又偷偷踩野去了。不过爷爷看到后，爷爷并没有责怪福宝，反而问福宝开心吗？看着福宝啃竹笋的样子，应该是很开心。福宝下班后，爷爷则为福宝收拾烂摊子。爷爷真的是拿福宝一点办法也没有。今天江爷爷受韩国宠物学院邀请，为其学院学生做培训。因为江爷爷可不是单纯的动物饲养员，他还有农学领导力讲师以及动物繁殖学硕士等称号。江爷爷介绍到，大家都喜欢叫他熊猫爷爷，这是因为一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名叫福宝，福宝也是在韩国出生的首只大熊猫。江爷爷表示，叫爷爷其实显得自己有点老，也可以叫他熊猫爸爸，而这也是有原因的。早在1994年，韩国就租赁过大熊猫莉莉，当时照顾莉莉的也是江爷爷，当时大家都称其为熊猫爸爸。而在2020年时，福宝出生后，大家都开始称其为熊猫爷爷。江爷爷介绍了福宝一家的情况，但是表示他们全家目前为止没有一次相聚过，因为大熊猫们都是独立生活的，所以没办法完全近距离见面。当雌性和雄性配种完后，雄性就会立马离开，留下熊猫妈妈独自完成怀孕、分娩、育儿等工作。但江爷爷表示，虽然作为女儿的福宝没有和爸爸乐宝见过一次面，但令江爷爷感到神奇的是，福宝的行为和乐宝是一模一样的。江爷爷讲到，照顾动物一定要了解好每一个动物的习性，例如不能因为它们都是大熊猫，就全部按照一个饲养方法来对待它们，要清晰的知道它们每一只大熊猫是不同的，了解它们每一只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要精确到个体，不能一概而论，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在动物园里的动物，它们的日常行为被限制在了园区里，除了饲养员放进去的游乐设施以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玩的东西，甚至就连吃的都是饲养员给他们什么，他们才能吃到什么。所以对于饲养员来说，了解一种动物不能一概而论，要精确到他们的个体。江爷爷举例了福宝园区里的设施，例如园区的每一棵树都是江爷爷亲自从山上挑选而来的，前提是要清晰大熊猫们喜欢什么样的树，树上的分支结构对熊猫来说是否方便它们攀爬。除此之外，像园区里的游乐设施也都是饲养员通过日常观察它们的行为和表现所触发的一些做玩具的灵感，为它们制作而成。在做玩具时更要精细，例如选择什么样的绳子，是选择粗一些的还是细一些的，以及选择用什么材质去制作玩具，这些都是要饲养员们去思考的。江爷爷表示，自己觉得动物和植物是密不可分的，所以除了学习如何照顾动物以外，自己又去学习了造景专业。江爷爷盯着被折断的竹笋，内心又喜又痛。开心的是福宝动手能力很强，难过的是园区外的布景用的竹笋快被福宝薅秃了。就在下班前10分钟，福宝吃光小床上的竹子后，鬼鬼祟祟地来到园区外围的竹林前，看着眼前硕大的竹笋，蠢蠢欲动，小手轻轻将竹笋掰了过来。这时福宝的口水就止不住了，对着竹笋就来了一口。就在福宝坐下来品尝着竹笋皮时，竹笋由于倾斜的太厉害，头部比尾部重，一下从根部折断了。福宝看着眼前自然成熟的竹笋，表示爷爷你可看见了，我可什么也没干，是他自己倒的，为了不使竹笋浪费，我只能替你解决它了。福宝忍不住对着竹笋就是一大口，将大竹笋揽在怀里。福宝开心的不得了。就在福宝思考从哪开始下口时，一个没坐稳，从岩石上滑了下去，又碰巧给竹笋压断了。福宝转身面朝游客，骄傲地仰起头，向游客们展示自己的大竹笋。福宝走到小瀑布的 C 位，坐下来开始品尝他的竹笋。福宝将竹笋尖尖抱在胸前，心里还时不时想着身后另外的半段。福宝悠哉悠哉地吃着自己亲手采摘来的竹笋，两个小耳朵连带着一动一动的。而此时，江爷爷通过监控看到了福宝的行为后，也来到了园区，打算近距离看一下自己宝贝孙女的光辉事迹。就在福宝快吃完手里的竹笋时，闻到自己的手边怎么还有竹笋的味道。福宝拿起来一看，结果发现是自己的青团。尴尬的福宝急忙将其扔掉，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福宝回到室内园区后，江爷爷来到园区查看福宝的作案现场。江爷爷拍照取证后，拿来工具将剩下的竹子切了下来，然后将围栏进行维护。而此时在室内园区的福宝正趴在小木床上卖萌，好似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福宝正打算对园区外围的竹子下手，这时宋爷爷刚好走了过来，喊福宝放过关景竹，来吃爷爷特意挑选的嫩竹笋。福宝听到宋爷爷喊自己后，回头看了一眼爷爷，
感觉爷爷手里的竹笋似乎没有自己选中的这个好。福宝犹豫再三，还是打算对关景竹下手。宋爷爷看福宝对自己手里的竹笋不感兴趣，宋爷爷走上前，将竹笋放在福宝鼻子前，让其闻了闻。福宝被宋爷爷的竹笋吸引，暂时放弃了眼前的关景竹，但这个效果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宋爷爷将竹笋放在地上后便离开了。福宝看到爷爷离开了，又转头望向了关景竹，看来吸引福宝的不是竹笋，而是爷爷。宋爷爷发现这次好吃的竹笋都打消不了福宝摘竹子的念头了。宋爷爷蹲在地上，让福宝放过园区外竹子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可怜。但福宝正忙着想办法采摘竹笋，并没有回头看爷爷。最后，宋爷爷走之前，还特意摇晃了一下树上挂的礼包袋，示意福宝里面有好东西，让福宝打开看看。这是宋爷爷特意一大早来园区为福宝准备的。福宝在尝了几口关景竹后，发现味道很一般，便又想起了爷爷刚才放下的竹笋。福宝吃着爷爷准备的竹笋，表示果然爷爷才是最懂我的。很快，福宝便将小木床上的竹笋一扫而空。吃完竹笋的福宝，并没有被爷爷准备的神秘包裹吸引，而是转身便又去了关景竹林。这次直接钻到了护栏里面。可能是随着福宝的长大，内心有股原始的野性正在慢慢释放，已经不满存在于小小的园区里了，想跑去园区外围的竹林里面一探究竟。宋爷爷急了，怕福宝真的爬进竹林里。宋爷爷来到园区，将神秘包裹摘了下来，想引起福宝的注意。宋爷爷成功吸引福宝，福宝小心翼翼地从围栏里爬出来，但福宝并不是打算去宋爷爷那里，福宝有自己的想法。宋爷爷看福宝不过来，又拿来了竹笋，但竹笋在贪玩的福宝面前也起不了作用了。最后还是福宝自己玩够了，才回的家。